都已经2025年了，还有人不知道 Intel 13世代缩缸的灾情吗？但诡异的是，当你打开各大购物平台，会惊讶地发现14代的 CPU 依然好端端地躺在那里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之所以做这个影片，是因为上期的影片反响不错，留言区更有观众遇到严重的灾情，竟然换到第10颗 CPU 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好好回顾一下这场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件，以及对上期内容做些补充。这件事情其实早就发生了。根据 Gamers Nexus 的调查，最早在2022年底，也就是14代影子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，国外的 AnetTech 论坛就已经有灾情传出了。到了2023年 ，Intel 承认了一个名为导通孔氧化的制造瑕疵，并且声称这个问题只影响了部分早期 Intel 13代的桌上型处理器，该问题已经透过制程的改进获得解决。整个事件的处理进度龟速进行，官方一直拖到2024年8月左右，眼看事情压不住了，才不情不愿地承认问题，更新为码，最后才宣布将部分处理器的保固从3年延长到5年。那缩缸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它再也无法运行在出厂时预设的那个频率上，只能降频才能正常使用，造成效能的永久损伤。它主要发生在 Raptor Lake 架构的13、14代 CPU 身上。通常预设频率越高的型号越容易发生，像是 i7、i9 的 K 版 CPU 更是重灾区。受影响的不只是 K 版，官方证实 TDP 65W 以上的13、14代 CPU 都有可能受到影响。那好好的 CPU 怎么会搞成这样呢？根据极客湾的说法，主要原因是 Intel 过于激进的策略，拉高 CPU 预设的电压，使 CPU 长时间以高电压的情况运行，造成 CPU 提早老化。再来是主板厂商为了跑分好看，预设就解除了功耗墙，意思就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什么都没动，全预设的状态下 CPU 就已经在超频了。好，那缩缸会有什么影响？最常见的就是你玩游戏的时候疯狂闪退，开个剪辑软体直接当给你看，没事就来个蓝屏画面让你血压升高。更惨的是，这种效能下降是不可逆的。那要如何自救呢？有动手能力的话，可以去更新主板 BIOS， 去官网下载最新版本，里面通常包含了 Intel 最新的修正尾码，是最根本的解决方式。装完 BIOS 之后，顺便在 BIOS 里面找一个叫 Intel Default Setting 的选项，检查有没有把它打开，让 CPU 跑在官方的安全模式下。再来进 Windows 的设定，把系统的电源计划从高效能改回平衡模式。当然，做了以上的设定调整，仍然无法保证100%不出问题，只能算是一种延寿的方式。上期影片提到我的13500是否受到本次灾情的影响？根据我查询的资料 ，i5 非 K 有2种 stepping， 分为 B0、C0。B0 是13代 Raptor Lake 架构， C0 则是上一代 Alder Lake 架构。13500属于 C0， 所以算是逃过一劫吗？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 i5 13400身上，它也是有分 C0 和 B0 2种版本。如果你刚好也是用这个 CPU， 可以下载 CPU 自己来看一下自己是属于哪个版本，验明正身。回顾整起事件， Intel 官方在回应上显得非常被动，在早就知道产品有问题的情况下，却选择继续出货。后续的处理，不管是更新尾码还是延长保固，时间都慢了好几拍。而且说真的，延长保固这个策略，很多消费者根本不买单。更离谱的是，就像影片开头说的，这些有瑕疵疑虑的 CPU， 到现在都2025年了，还在加上继续卖。对我来说，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。事件烧了这么久，但还是有很多不懂电脑的普通消费者，持续买进这些产品。你让他们买回家，开开心心上网一查，才发现自己买到了瑕疵品，情何以堪？你也是这起灾情的受害者吗？欢迎底下留言分享你的经历以及感想。